我艾琳奥斯坎兰，我尼尼安阿玛斯塔西，我二人愿祭献一切，以神器为引，召唤至高宇宙中最伟大的族群——蓝星华夏人，降临吧！这就是伟大的蓝星华夏人吗？不是，召唤失败了，有人提前召唤了蓝星人。那我们怎么办？找，就算踏遍整个北境，也要找到他。林北，感冒了吗？没有，可能是有点花粉过敏。感冒？兄弟，你可别生病，这玩意儿就你会开，万一巨北城被攻破，咱几个还得靠你跑路呢。巨北城会守不住吗？不好说，这次鬼潮的规模远超从前。不好了，有人被诡异控制了。将军，诡异数量接近10万，西区要顶不住了。巨京城的增援还没到吗？两位城主还在谈价格。我的天，城都要没了，还在算计那点破钱！不管了，克雷多，你现在立刻马上去找那群疯子，让他们出战。我？对，就是你，立刻马上！将军，那帮人是圣都的贵客，让他们出战是不是不太合适？管不了那么多了，命都要没了，去他鸟的贵客！神骑士出战。砸碎！我叫林北，在第1季中被胡尔族少女莉亚强行召唤到了这个充满诡异的世界。随后，我们建造营地，收留了蛇人族少女素素，结交了3只靠谱的兔子。我在地下拳馆，那可是拳打泰迪，脚踢金毛。最终，大家共同面对危机，成为了在这个末世中可以相互依靠的伙伴。有可靠的伙伴固然让人高兴，但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摩托车没油了，缺乏交通工具会极大影响寻找物资的速度。系统，可否将摩托车动力系统改造为魔晶石驱动？1. 直接越阶改造需支付100倍资源，约500枚魔晶石。宿主自身进阶为3阶生命体，可解锁系统生产模块，其中的造物工坊建筑可用于升级摩托车。我如何成为3阶生命体？宿主作为华夏人，摆脱囚笼宇宙后，本身具有天灾级天赋悟性与躯体，正在自主恢复中。目前已恢复为2阶后期生命体。如想要加速恢复，可主动吸收魔晶石。需要多少魔晶？约205颗。太贵了，不如20座1级箭塔有价值。我这种缺少战斗经验和技巧的人，即使升到3阶都不一定打得过2阶诡异。提示：解锁生产模块。可建造炼魔药工坊，可用于提升本世界生命体的等阶。注：只有天灾级的宿主可以直接吸收魔晶，本世界常规生命体必须使用提炼后的魔药才可进行能量吸收。小花，辛苦拿205枚魔晶过来。是要盖新房子吗？不是，是用来提升自己。吸收。感觉现在的自己能一拳打死诡异吗？不，我至少能挨3阶诡异10拳不死。检测到宿主成为3阶生命体，解锁生产模块设计图，解锁炼药工坊、冶炼工坊、晶石改造室、祭坛、仓库、修炼室、哨塔等建筑设计图。很好，系统，建造炼药工坊。
晶石改造室建造。有些占地方，得扩建营地了。算了，晶石不多，先集集。啥？有办法让我们提升等阶？你可真是裤裆里拉二胡。老白伯伯，大黑叔说的啥意思？女孩子家不会懂的。林北啊，虽然你是变态级别的建筑师，但提升生命层次这种事儿需要的是魔药，可别告诉我你还会炼药。不会，但有其他替代方法。莉亚，你和大黑卡在2阶战士已经很久了吧？族里为了凑召唤你的魔晶，好几年没发过魔药了。兔爷我当年倒是挺有钱，要不是巨城那个狗领主不卖亚人魔药，咱早就进阶了。大家先跟我来吧，你们一看就知道了。我去，这是炼药工坊，你连这好东西都有？林北，炼药工坊是紫色稀有级建筑，必须消耗设计图。你建在这里，万一被诡异破坏了，以后怎么办？不用担心，设计图的话我还有。还有？放心，你知道的，我是个不愿意冒险的人。看来系统和这个世界对稀有级建筑的定义不一致。这样的话，不仅不用担心建筑被摧毁，以后还可以成为巨大的商机。真好啊！哈哈哈，以后都不用去求那些炼药师了。不过，即使省去了炼药师，也得有专业人士在工坊内进行炼成操作。交给我吧，我以前在药剂师工会兼职过。那就辛苦你了。不辛苦，不辛苦。我现在每天除了做饭，也没有其他事情。太好了，有魔药的话，我很快就能成为1阶亚人啦。你之前连1阶都不是吗？没办法，我还是小孩子啦。摩托车将动力系统改装为魔晶石驱动。丁，系统提示：本次改造时间约为2小时，改造速度和项目会根据工坊等级提升。既然能够改造蓝星的科技产物，那么有没有可能制造一些有用的东西出来，例如对讲机？这连草药都不需要，只用魔晶石就可以了。甚至药剂瓶都能投入沙子自行生产。摩托车晶石驱动改造好了，具体1颗魔晶跑多少公里需要测试。这里增加了伸缩式脚踏，大黑以后也可以骑了，只是以你的腿长，下车时需要些技巧。没事没事，到时候咱直接蹦下来扶稳，区几百斤而已，压不到我。这是首批1到2阶的魔力药剂，成色很好。后面全部制作2阶药剂，优先供应莉亚和大黑突破，然后再根据素素你、老白、小花的情况定制。那林北你呢？为生命等阶影响到了建筑师职业进阶，否则不用考虑我。啊，这是为啥？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战力优先，辅助其次。我作为战斗经验羸弱的建筑师，提升生命等阶性价比很低。听起来有点道理。不过林北啊，打架这种事儿其实很简单的。哦，怎么说？我教你一套必胜口诀，无论人还是诡异，3招制服。你说？撩裆碎蛋绝玉踢，锁喉爆菊插眼击。懂了吗？懂了，确实很实用。大黑，不要教林北乱七八糟的东西。哪儿乱教了？这都是实打实的打架经验，绝对好使。哎呦，你这小丫头赶紧松手！药剂解决了，接下来该是视野问题了。天晚上的小鬼巢约500只诡异，即为毛利500晶石，但整晚下来会爆破10几座1、2级箭塔、几十米城墙以及放在墙外的圣光炉。按照现在的消耗产出，净力约有100多枚魔晶。圣光炉的消耗是因为箭塔的视野决定于圣光笼罩的范围，所以鬼巢出现时必须在营地外铺设圣光炉。晋升3阶后，系统中增加了哨塔设计图。哨塔与2级以上圣光炉连接后，可为所有连接建筑提供半径100米的视野。建造需消耗100枚魔晶石，有点贵，但是很必要。系统建造哨塔。等等，林北，麻烦把塔楼挪个地方，放在这儿有点占地方和影响日常工作啊。好，哨塔齐。哎呦，林北，你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刚想到了一种能够省钱的方法。省钱？落，再起，落。威力不错。测试完毕，看来挪动建筑不仅是挪个地方。老白，晚上做个实验，我们或许要有钱了。系统，塔顶的那个巨大的比100枚魔晶加起来还大的宝石是魔晶石吗？不是，那只是普通的玻璃制品灯罩。请宿主不要将精力放在卡 bug 上，本系统不存在此类漏洞。好吧。第一波大概有60只诡异。林北，还不开始造箭塔吗？造。不过今天换个战术，你们待在这里，先别出手。哎，小林子，你疯了，快回来！林北，你干什么？
践踏，建造。落。1级城墙建造。晶石改造室。起。落。1级城墙连续建造。流星强雨。卧槽，变态啊！建筑师还能这么玩？还有技能名字，好尴尬啊！林北，你这是什么战法？塔斗术。塔斗术，还真是风骚的战术。建筑搬运、物理打击，除了使用时感觉有点头疼外，省钱省力。不过以后要改为只用城墙砸，建塔的防御力太低，底座都裂了，亏了。好了，这些先不说。林北，你下次不可以这么冲动了。你可是我赌上全部身家召唤的人，不许轻易涉险。好的，我知道了。捡魔晶，捡魔晶！你个小财迷，慢点儿，魔晶又不会长腿跑了。有意思的玩具先留着，去巨北城。三爷，我感觉我快吓尿了，那是鬼王吗？憋回去，那不是鬼王，那是8阶鬼帅。那我们要去提醒林北他们跑路吗？不必，巨北城不弱，那批诡异未必回得来。再说了，如果真回来，对我们也未必是坏事。哦，懂了，还是三爷英明。好了，你有拍马屁的功夫，不如先把眼前的危机解决了。危机？什么危机？不就在那里吗？6阶诡异，刚才那鬼帅不是说先留着他们吗？人家说的是留着他们，可没说留着我们啊。东岳西洋，光阴荏苒，魔晶石越攒越多了，小型鬼潮已经不再是威胁，反而成为了发家致富的途径。嘿，昨晚就来了300只，害得我热身运动都没做完。哎呀，大黑叔你好臭呀！还真挺臭的。你和咱半斤八两，都跟在茅坑旁打了半年地破似的。咱们为了省水，都个把月没洗过澡了。其实大家都挺臭的，只是臭时间长了，鼻子都适应了。我只有我大黑叔一半臭。好了好了，这种心知肚明的事，大家就别说出来了。大家确实挺臭的，这不光是省水的问题，是时候提升下整体生活水平了。系统，生活类建筑都有哪些可以升级改造？丁，建议宿主优先建造1级储水箱。1级储水箱可自主缓慢汇集环境中的水分，拥有普通的净水功能。打造需消耗15枚魔晶，然后升级2级民屋。2级民屋拥有一般的御寒、防潮、防湿功能和一般的坚固程度。增加净水循环系统及相关设施，火炉、热水器、水暖系统、淋浴室、净水槽，需要通过圣光炉与储水箱连接。很好，1级储水箱建造。升级至2级储水箱，需消耗35枚魔晶，是否确认？即使升级到2级储水箱，水量也不足支撑全员正常使用净水，那就再建一个。升级2级民屋，升级2座2级民屋，需消耗100枚魔晶，是否确认？1级的10倍。内部增加了净水系统，也算合理。确认。哎呦喂，地震了！闹鬼了，屋里的东西都飞起来了！林北，你做了什么？升级房屋。不好意思，忘了你们还在屋里。升级？最近魔晶石富裕，可以适当改善生活条件。林北，别岔开话题，这跟吓唬我们是2回事。就是，害得我连鞋都没穿就跑出来了。你本来就不穿鞋。好了，
你们有时间找我算账，不如赶紧去轮流洗澡。啊，林北，可以洗澡了吗？刚才就是在搭建营地的初级净水系统，我们只有6个人，供水量满足日常洗浴不成问题。太好了，我先去了。苏苏姐，等等我。原谅你了。假干净，小女孩就是好糊弄。走不，咱3一个屋一起泡。不去，为啥？和你一起泡澡，不等于白洗了。水多真好呀！我们蛇人族最喜欢水了。反正以后不愁水了，看我2小时挖个小游泳池出来。嘿1级城墙建造，储水箱连接。可是我们没有泳衣啊。这荒原整日暴晒，一会儿上来甩2下就烘干了。有道理。小花会游泳吗？用不用我驮着你？不用麻烦啦，苏苏姐，我有办法的。怎么样？这下手脚的长度就可以游泳啦。原来小花会变成亚人形态啊！小花这孩子血脉纯正，不像我们只能维持兽人形态。我也只能变身一小会儿啦。林北不下去玩吗？我就算走你！哈哈哈哈哈哈！这里的星空很透彻。很美。好久没有过这样悠闲的日子了。林北，这段时间谢谢你。不用客气，这是大家共同的功劳。林小哥谦虚了，要是没有你这个大建筑师，我们早成这北境荒原上的肥料了。就是有建筑师才有生活嘛。而且你这种变态水平，去任何一座城市都能成为座上宾，的确是我们沾光了。不过你小子也不地道，当时还用做破箭塔算计我们。那不是算计，是掉有诚信的兔子。哟呵，你这冷面直男也会开玩笑了。林北哥，等鬼潮过去了，大家可以把族人接过来一起住吗？你这小丫头还真能异想天开，咱们原本可是被派来送死的，确实有些异想天开，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对不对，林小哥？我们如今的供给条件连10人的生存都无法保证，但是劳动力的数量决定生产力上限。如果这段时间多挣点魔晶拓建营地，然后去巨京城购买初期运营物资，就可以开放100个名额组织生产劳作，很快形成自给自足。你讲真的？真的，我手里有整套生产类设计图。但是，你们的族人为什么要离开安全的巨北城来这里？我来说吧，整个北境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巨北城被攻破是迟早的事情，这一点所有人都是心知肚明的。等到城破之日，亚人必然会被抛弃，成为殿后的诱饵。为什么？因为巨北城是人族掌权，城主又是极端的种族主义者，所以对亚人族极其苛待，恶意打压无故抓捕，禁止重要商品流通，限制行动区域，私下贩卖亚人奴隶。不说了。所以，以你的性格，是因为反抗暴政才被派出来的？没错。那其他人又是因为什么？老白是替族里年轻人顶罪出来的，小花是老白养大的，偷偷跟着跑来，发现时已经回不去了。至于他俩，还不明显啊？准3阶战士和2阶治疗师属于巨北城的攻坚战力，又都是胸大屁股大的大美妞，这得招多少达官显贵惦记？与其等着被抓，还不如出来和诡异搏命，换我也得跑路。大黑闭嘴！林北，别听他胡说，我是出来，总之就是出来历练的。我是出来散心的，我屁股不大。我信。真的信吗？真信。好了，大家都坐回去吧。林小哥别痴心，很多亚人族当权的城市也对人族同样苛刻。在这末世中，掌权者善待同族，排斥外族是很正常的事情。明白，曾经的不愉快都过去，只要大家现在没事，比什么都好。好了，我们接着说，在北境，只要拥有1名中级建筑师，就有资格组建势力，何况是你这样的。你别看地面上鬼潮汹涌，在这片土地下面可是盘根错节矗立着诸多地下城镇。当然，地下也不是绝对安全，生活也会比路上更加艰辛，但至少不会成为他人的替死鬼，也不会被剥削殆尽，对吧？是的，所以我认为即使不能完全保证温饱，
也会有许多亚人愿意投奔我们的。莉亚，如果只有基础的物资保障和相对安全，你希望将你的族人接过来吗？我族召唤你的目的就是这个。那就行了。等鬼潮过后，我们再详细计划一番。有什么问题吗，大黑？可林北，你毕竟是人族啊，就没想过在巨北城混进高层圈子里吗？不想，理由只有一个，莉亚是花费巨资照雇佣我的雇主，所以在雇佣期间，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想做什么我就干什么。不愧是铁面直男林北，地道守规矩。话说，你这种等级的建筑师，雇你得多少钱啊？莉亚当时用了一整车魔晶，好贵。那莉亚雇了你多久啊？随缘。这么草率的吗？见鬼！这一代的驿站是不是全死绝了？这么下去，我们真的要完了。队长，鹿耳族、猫耳族、兔耳族驿站全废了，我们还有必要去虎耳族那边撞运气吗？闭嘴！不去能怎么办？没有补给，我们能撑到巨北城吗？要不咱们直接去黑岩城，驱魔灯还能用一次，2天1晚差不到。黑岩城周围的3阶诡异比你这辈子见过的牙都多。那盏破灯连5秒都撑不住。你特么要是再逼逼，老子就先把你下面那个不争气的玩意儿割下来喂青蛙，再把你练成人油灯。箭塔！站住！什么人？我的黑兔朋友说，3位是巨京城的军士，正在前往巨北城送信途经这里。对，请出示凭证。你这家伙！这是文书。莉亚，没问题。稍后我带3位进入营地，今晚就好好休息，明早会给你们提供足够的水和食物。对了，这里的房屋有限，还要辛苦3位在圣光炉旁边露宿了。吃完记得收拾餐具。林北，住宿的事不用解释，与人住屋外是约定俗成。妈的，一群贱民也敢质问咱们！换成别的驿站，老子早就……没办法，人家有箭塔啊，还是3级箭塔，惹怒人家射咱们就跟射小鸡子没区别。队长，反正咱们现在吃饱有力气了，要不要找机会干一镖？哼，干之前你们先想一个问题：巨北城的亚人对咱们人族恨之入骨，现在却以那个皮衣男为首，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个布衣男才是真正的老大，说明他才是最大的肥羊。废话，我问的是表面的东西吗？我告诉你们，要么他本身就是建筑师，要么他掌握着箭塔的控制符文。想拿下驿站，必须先控制住他。那您的意思是能干？当然，送上门的肥肉傻子才不吃，但是得有计划的吃，千万别啃到硬骨头把自己噎死。可这整座营地都在箭塔笼罩范围内，我们一出手就会被射杀呀！蠢货，外面不行就在屋里动手。哥几个干嘛呢？吃完赶紧收拾，素素还等着做晚饭呢。队长，那2个亚人美女要不要留着？当然，蛇人族是稀罕货，大概能卖到500魔晶，但那个狐女必须在进城前解决掉。她作为现役的驿站长，一旦核实身份，会给咱们惹麻烦。对了，那3只兔子能卖钱吗？闭嘴，那些顶多算储备粮。来了，你知道？我知道，因为兔耳族的听力是人类的6倍。其实我知道你知道，但我依然来了。你明白意味着什么吗？其实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但我还是在这里等你。你又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要死了！民房起！意味着从一开始你们就没有机会动手。哎，这就完了？我还没热身呢。不可能，一个破驿站怎么会有3个3阶战士？
便你。好，大黑，我们去收集下战利品。去，我来就行了，你赶紧睡觉去吧。这是战场的规矩，尽量规避同族敌人。好了，我去帮忙。莉亚，大黑谢了。对了，最后送你们一句话：我操，诈尸了！扮猪吃虎是为下贱，输他了，我死了。你他妈是有多不甘心啊！我去你的，赶紧死去！这封信使用了密文，无法破译。现在我们商量下，要不要去巨北城送信。既然是紧急军情，那么不管是为了全城百姓，还是我们各自的族人，都需要走一趟。骑车去，交接快的话，傍晚就能回来。这诡异也能干。大黑，你留下，我去。现在巨北城外在侧的驿站只有胡尔族，其他人回城很可能遭到审讯爬问。那好吧。那么走之前，为了以防我们今天回不来，提前建造抵御鬼潮的防御工事，升级4级箭塔。城墙扩张，2级箭塔建造，内墙4座4级箭塔为核心，外墙内7座2级箭塔，正门前2座2级箭塔为诱饵。这是目前性价比最合适的配置。这次升级这么多，林北，你干啥？这是把魔晶都花光了。在安全面前，多少魔晶都无所谓。记住，外墙一旦被突破，立刻前往地道内躲避。兄弟，你这说的我都有点小感动了。以后你就是我亲老弟。那我们早去早回，尽快出发吧。稍等，出发前我还有个私事要处理。私事？对，最近有个朋友欠我钱，出发前算算账。铁面直男也会被欠钱吗？哦，和你绑定时，你将我的新手礼包强制换成了一个绝对冷静的缺德 buff， 你不觉得该给我个说法吗？更正，给予宿主的不仅是此 buff， 还有最高阶的造物者职业以及此世界相关知识。闭嘴！你因为没办法继续提升我的个人天赋和能力，就强行塞过来一堆不对等的补偿。这里的重点是没办法、强制和不对等。抱歉，本系统为低质的简易人工智能客服系统，无法理解宿主提出的复杂问题。你要装也可以，我一会儿就带着驿站的人跑到南方小国去躺平。请宿主不要冲动，也不要拿本系统的绩效开玩笑。你觉得我这个绝对冷静的人会冲动吗？宿主，你想怎么样？想让我继续留在北境前线，得加钱。加多少？放心，一个小异能而已。卡 bug 类的净值。都说了，小异能，你为什么老怀疑我想卡 bug？林北，这是你要的魔药。辛苦了，路上小心啊！林北啊，黑市那边要是有人找麻烦，记得提我名字。好，我们走了。什么都没提，既没有委托咱们去探望族人，也没有让咱们带东西，所以如果有时间，我们去看看吧。好。要把车藏在这里吗？不用藏，我刚领悟了一个新的能力。空间异能，不愧是华夏人，连这种神技都能掌控。别误会，不是你想的那样。初级空间异能只能创造4立方米的临时储物空间，并且大概5年内都无法成长到9立方米。目前只能存放物品吗？我还以为可以瞬间移动或者开传送门什么的呢。平时少看点奇怪的小说，尤其是那种霸道法师秒会空间时间魔法。还没有呢，我只是偶尔看看画本。前面就是巨北城了，林北，把贵重物品都收进你的空间里，这里贪婪之人遍地都是。好。空间异能太过变态，能让系统妥协帮我激活初级异能和灌输相关知识已经是谈判的极限了。未来能否让异能进阶，只能靠自己悟。快住脚！巨北城没那么夸张，不会有人抢你的衣服和鞋。站住！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我是外派的胡尔族驿站站长，我有紧急军情上报。那你呢？哦，你是人族。这种种族偏袒过于明显了。其实，上一任城主也是人族，但是对我们亚人却一视同仁。北境的城主耕田频繁，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不是的，林北，你可能理解错了。前领主不是慷慨就义才换人的吗？不是的，前领主虽然仁义，但平时谨慎着呢，从不亲自迎战诡异。
他是有一天突然成为了东美恶神教的狂信徒，跑到圣都朝拜去了。东美恶，奇怪的名字，可为什么有种熟悉的感觉呢？大哥，要买花吗300金石买命，刺杀失败全额退款。小兄弟小妹妹来玩啊，姐姐给你们打折。好混乱的城市。北边是下城区，稍微乱点，你无事就好。林北，我们先去送情报，还是先回胡尔族？情报送完后可能会被盘问，先回族里帮，耽误不了多久。快走快走！东美恶神教免费发食物发衣服呢。真的吗？说是只要对神像祈祷几下就行。要不，咱们去看看。林北，你对这种奇怪教团有兴趣吗？倒不是对教团本身有兴趣，怎么说呢？就是有种奇怪的感应。赞美吧，歌颂吧，伟大的东美恶之神，他将赐予你们永恒的祝福。检测到宿主情绪激动，怎么了，林北？触发绝对冷静 buff。那个雕像，我认识。你认识？那可是东美恶神教的神明。那是来自蓝星的前辈，而且是众包大哥。神教信奉的神明竟然是蓝星人，那众包大哥是什么职业？很强吗？很强，众包大哥可以驾驭任何交通工具，一旦接单，风雨不阻绝不迟到。而且他们横跨东东枪、美滋滋、不当饿殍3大平台，对空间物流时间的把控力无人能及。这么厉害吗？我这种兼职骑手跟他们完全比不了。本来以为上一个来到这里的蓝星人会姓陈，看来不是了。莉亚姐姐，你回来了，我好想你啊！他是你的族人吗？莉亚姐姐，这个一身皮衣、品味极差、摆着臭脸的臭人类是谁啊？快住嘴！他可是……他就是最强召唤兽大人！无知者无罪，您千万不要惩罚我呀！小屁孩，我是正常人类，你说谁是召唤兽啊？哎呀，我知道错了啦！莉亚姐姐，快救我！哎呀，这不小莉亚吗？你回来啦！是的，艾玛婶婶，平安回来就好。莉亚姐姐，这里曾经是我们胡尔族的祭祀神殿，现在成为了族人们最后的生存之所。族长奶奶，好久不见！哎呀呀，巴提罗罗和菲奥娜家的小姑娘还是一如既往的活泼呢。那么，这位就是？对，我就是利亚召唤华夏人林北，见过族长奶奶。这些是给胡尔族、兔尔族、蛇人族的魔药，劳烦您稍后分给其他2族一些。伟大的华夏人，感谢你的馈赠，也感谢我们的小莉亚。好了，小家伙们先出去吧。我和林北单独聊几句。抱歉啊，年轻的华夏人，我们擅自召唤了您。没关系，你们也被逼无奈。而且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抱怨是没有意义的。年轻人，你的性格比上一位华夏人还要沉稳许多。您见过上一位华夏人吗？见过，所以我才知道召唤您的方法。话说，我可以站起来了吗？不行，古老的增发术还没有结束。你看你这孩子再不保养，过10几年就秃了。我们接着说啊，那时候我还小，有一次碰到了那位伟大的华夏人，他对我说：“哎呦，小萝莉兽儿苗，太可爱了！来，大叔送你我家乡的特产，刚做的。”小姑娘，我跟你说啊，我们蓝星的坐标是……等我回去以后，你们要是再被诡异欺负，就招个我的后辈过来。然后你跟他说，要祖佐势力的话，不要沿用现在的名字，太拗口了。跟他说起个比较应景的，我建议就叫3000动物园好了。3000动物园，他怎么不说叫繁育呢？好了，我这也算是完成了和东恶美之神的约定。所以，他最后回到蓝星了吗？坐标不是已经告诉您了吗？剩下的只能靠您自己寻找了。我懂了，感谢你。那么作为回报，您需要我做什么？小莉亚的心愿，便是我族的期望。大哥出来了，都和族长奶奶聊什么了？做了一个不像交易的交易。什么意思？具体说说。不告诉你。小气鬼，召唤兽，什么都想。艾米丽，在族长面前不许无礼。大人，有紧急军情。
这可真是个大麻烦。扣下送信人，我去见阿德蒙德将军。米雷蒂大人，您可真是我们巨北城的守护神，我敬您一杯。只要有您在，什么鬼王鬼帅都是个屁。将军，紧急军情。有米雷蒂大人在，哪儿还有什么紧急军情？鬼王可能要来了，这是城主大人从巨石城送来的亲笔信。鬼王啊！王八蛋！我就说特么的那老登为什么非要亲自去巨石城谈判？看来击退鬼王前，城主大人是不敢回来了。击退？拿什么击退？那可是鬼王，除非王都和圣都派兵，否则我们全都得死在这里。那里啊，将军。那个米雷蒂大人，您看鬼王，您的神骑士团能对付吗？鬼王，区区杂碎。我战死之前，至少能掰断他一根手指。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来到驿站时，信使已经身受重伤，临死前把信委托给了我们。怎么样？测谎水晶显示，他的精神和心脏的波动全程平稳，他没有说谎。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不行，你们要留下参加今晚的守城战。不要怪我，本来你们长途跋涉过来，确实应该休整几天，可没办法。巨北城现在严重人手不足，我们不需要休息，但驿站如果没人打理，很快就会被诡异破坏。不，驿站这种时候不用去管驿站了，稍后我会给你们写调岗申请的。主要是驿站中目前有4名旅人暂住，其中1个还是初级建筑师。这倒是应该回去一趟，不过今天时间来不及了，你们先走到一半就会被黑夜吞噬，明早允许你们出城，务必把建筑师带回来。所以今晚别死了啊！林北，你真能编啊！还有你是怎么躲过测谎水晶的？很简单，水晶只是检测精神和心率，那么只要保持绝对冷静的状态就好了。绝对冷静，这怎么可能做到？